小伙伴们看，这就是大阪马拉松起点的标记。看，就是这个地方。这个地方是他们的一个政府的楼啊，这个叫大阪府厅，字特别的不清楚，在晚上看啊，在天黑的时候看，从这儿起跑就大阪马拉松了。嘿，大家伙儿早喽！1月19号星期五，要周末了哈，距离大阪的半马不到10天了，就是下个周日。所以这个周期就不跑30公里的长距离了。之前这段时间每个周期基本都跑一个长距离。其实如果要是跑今天或者是明天是最后的机会，再往后就不好恢复了。但是决定不跑，就降低受伤的风险，因为现在跑这个对下周的半马没有什么作用。下周适当的做一做短距离的冲刺，提升速度感。好几辆摩托车。昨天下了一天一夜的雨，这稀稀拉拉的，所以今天气温就上升了。就这边一下雨，气温就上升。今天穿的菲比特那条就是新年礼物，绿色的压缩裤。我发现那个裤子前后的腰上的兜都能放下这台相机，只不过就是稍微有点沉，所以今天就没背包。现在的画面还是来自 Osmo Pocket 3啊，对，我买了那个白色的麦克风，2代的。对，回头外出要是拍摄就能用上了，还是挺兴奋的。不过也是寄到北京了啊，回北京来。今天聊聊什么呢？今天话题是我最终决定不买阿尔法 Fly 3。因为前2天是有机会的，咱们频道有一位观众一直有机缘巧合联系上，说能够买到，还问我有没有兴趣。小伙之前参加了厦门马拉松，也成功破3。但是那次在东京试穿完，我还是最后决定不买。一会儿跟大家聊聊我对这3代阿尔法 Fly， 还有现在的3代的 Vaporfly， 包括特步这些鞋，还有对一些其他品牌我的一些穿着感受。这下完雨，湿度特别大，雾气蒙蒙的。行，那咱们一会儿再聊。一会儿在大本城跑一圈，然后还往城里跑，去绕一绕大阪马拉松前11公里的路线。加油干！我最后还是没有选择买阿尔法 Fly 3。我先说说我的结论和观点。阿尔法 Fly 3好不好？我觉得挺好的，轻，然后穿上以后感觉从落地到登地的过程要比阿尔法 Fly 2代要连贯得多，是能感觉出来的那种。回弹和动力呢不错，我只能定位不错，并没有那种很澎湃的强劲感。然后但是啊，轻，但是没有 Vaporfly 3轻。连贯性呢，我觉得，或者说那种就有那种踏的感觉的时候，
我觉得也不如3代的 Vaporfly。然后最后就是回弹跟动力，我觉得这2双鞋半斤8两。Alphafly 有进步，但是相较于 Vaporfly， 至少对我的能力来说，差异没有那么大。我说的是对我的能力，其实每一代的 Alphafly 我都有，都穿过，不是说都有，3代没有。1代的时候是首发买到的，1代我穿了不到80公里，我卖掉了。我提过很多次，我觉得我驾驭不了它，它对力量的要求太高了。那个时候我觉得，我穿着跑了2次21公里，跑完以后的感觉是什么呢？是臀部外侧的肌肉会更疲劳。当时我的判断就是它会让我更用力，但是呢，我又没有那个力量能力。而且1代的 Alphafly 真的沉，我就放弃了。2代的 Alphafly 买的还是当年的香根的配色，但是我觉得2代是很失败的一代。不光是Vaporfly 的2代也是很失败的一代。首先重量上没有改进，之后落地蹬地那一下非常的感觉不连贯。它是突出了前面2个气垫的感觉，但是有时候感觉扑扑的。同时最大的问题是顶足弓，足弓太高了。其实我没有扁平足的问题，我就是标准的亚洲人，或者说是汉族人。就是那种类型的基因，就是脚的食指并没有长出来，而是一个斜面的那种。一般这种基因的人足弓都不是太高，就不像欧美人那样。或者有时候大家看非洲的马拉松的纪录片，你看人家那些运动员的足弓，所以呢那块特别顶足弓，顶也就顶吧，但是他还磨。他还磨足弓，而且磨得很厉害。我第一次穿不到5公里就已经是2个血泡了。我回家换鞋，那天全程还录像了，还发了视频。之后我就跟他对着干，我就说我要多穿，因为毕竟花那么多钱买的，我几乎是原价买的，然后最多能够扛到16公里，16公里跑完以后有一点微微的灼热感。那时候就是每次都穿，就跟他硬对着干，适应他。后来还是不行，就停了，就不穿了。然后停了一段时间以后再穿，又不行了。所以现在我只在10公里以下的轻松跑或者是下午的训练中穿它，赶紧给它穿到寿命就完事儿了。3代呢，我之前问了问人，也看了看评测，都说解决这个问题了。但是那天在东京，在 Nike 的店里，我拿手一摸，一下心就凉了，就感觉还是一样的。就它是足弓内侧，就是那块它凸起来一块，它有一个凸起，那个我不知道是出于什么目的，是为了让脚的中部那块更，就是左右宽窄那块更贴合吗？我不知道。然后我说试试吧，那天正好能试，我也发了视频，大家可以去翻。我穿着它跑了4公里，跑完4公里有轻微的感觉，但是呢是要比2代好。如果您穿2代的感觉很轻微，对足弓的顶，那3代应该解决了您的问题。所以最后我选择不买的原因是不打算冒险，因为没有穿它跑过长距离，这是第一。第二呢，虽然我现在的能力跟以前比，就跟我穿Alphafly 1的时候比，
是进步了不少，可能进步了很不少。但是那天穿了3代的 Alpha Fly， 我觉得我还是不太能驾驭它，就是它多出来的那些东西，不管是气垫还是什么造成的带来的重量，在我的能力下，给我带来的提升是很有限的。我宁愿简单一些，这就是我的判断。所以最后我应该还是会选择特步或者 Vaporfly 3来参赛。我的下一场全马就是大阪的全马，我很可能穿101X 5.0 Pro， 很可能回北京穿上试试看。就归根结底还是身体特质的原因。就如果您大概有1.75米以上，然后有力量，就像欧美或者非洲的运动员，非洲运动员虽然矮，但是他有力量。或者您就这样判断，您是个大步幅的选手，假设您全程马拉松能跑到3小时以内，您的在这个情况下，您的步频在180，那您就算是大步幅的选手了。我觉得可以试试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可能 Vaporfly 系列您穿我觉得太软了。现在我穿 Vaporfly 3呢，我觉得软硬正合适，其实是偏软一点的，就是我的力量能力要比它强一些，但是我追不上 Alpha Fly。最后就是说价格真的不便宜，那天在东京市的时候我是能买的，当时就能买39000多日元，像就说4万吧，2000块钱。跟大家说心里话，或者说实话，这次我能买 Alpha Fly 3的这个机会还能便宜买呢，我都觉得算了。可能有好多小伙伴说当时买然后卖掉挣钱是吧？我不太会这事儿。我这次回北京跟家属一个最大的课题就是得把好多不用的东西卖掉，特别不擅长干这个事儿。这就是基本的判断。所以大家如果现在买鞋呢，如果您一看您跟我差不多，不管是成绩、体型、体重还是步幅步频，那我觉得如果您一定要买 Nike， 选择 Vaporfly， 而且一定要买第3代。第2代真的是，哎呀，也不能说太差，只是说1代停产的太早，没有选择。那个时候2代真的有点一言难尽，不跟脚，然后没有那么的有劲儿，就太平庸了。我觉得像 Alpha Fly 3也在顶级的竞速鞋上相对平庸，它可能考虑的太多了。我并不是都不买就都说它的坏话，就是因为我觉得它不适合我，或者说我不适合它吧，我才不买。像特步呢，为什么没有穿101X 3.0 跑过比赛？主要原因就是时间没对上，因为我有比赛的时候它已经穿旧了，否则我会试一试的。但是平心而论，我刚穿上这双鞋的时候我就知道，可能半程马拉松的比赛我会毫不犹豫的穿上它，全程的时候呢，我觉得还有进步的空间，就是21公里和42公里不一样。我今天穿的也是101X 3.0 Pro， 这双鞋已经将近2000公里了。前天那个强度课也是它，你们看表现相当棒。5.0 不知道什么样，如果5.0更加的就流畅一些，我觉得3.0的判断的是澎湃的动力，但是呢相对没有那么流畅，体现在比方说鞋的版型，或者是鞋底的过渡，或者是重量上吧，不知道。如果这个再能提高10%，我觉得就是对我来说一双不可多得的马拉松比赛鞋。
然后这次回北京又有机会试闭麦的新鞋了。之前那个京踏 2.0 也是闭麦给我试的，那双鞋我的评价是，当时我也驾驭不了它，那时候看大婶们穿的，对吧？那双鞋就是很极限，就像10X 1.0的那个时候的样子，就很极限，但是比那还极限。那时候我穿它，我觉得劲儿挺大的，但是脚有点疼，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。所以大家买鞋的时候呢，不太需要一定是最贵的，而是买最适合自己的。就是各个品牌的旗舰，它都是给顶尖的精英的，只不过有的侧重不一样。我的判断是，你们看闭麦侧重的就是像国人的这种精英的绝大多数的状态，高步频，然后瘦小那种。像特步呢，我觉得特步相对的中和一些。然后像 Nike 呢，就偏欧美偏非洲，所以我穿上呢就不适应，差不多就这么判断的。可能我的判断比较的怎么说呢，比较的主观，但是我是个自媒体呀，我肯定是主观的呀。只是分享出来看看，如果您跟我差不多呢，您可以大概试试我的建议。如果您是我的另外一个方向的状态呢，你也可以得到一些收获，或者是启发，好吗？不知不觉天都亮了，今天又看了看晨景，不知道拍的怎么样。行吧，那我们训练后见，大家加油干！1月19号星期五清晨7点17训练结束，第一个训练日跑了23公里。就如视频开始的时候说的，从今天到大阪马拉松之前不再跑30公里了。今天上午跑23公里，如果下午能够抽出半个小时时间的话，再有一个轻松跑，就是维持跑量，维持训练节奏。然后这周的训练重点有这么几个，就是半程马拉松之前这一周，第一是要上强度，要多跑一跑冲刺，不一定距离很长，就是把速度往起拉，有那个速度感。因为半程马拉松其实就是拼你能保持这速度的能力，或者说你能冲到多快吧。因为半程马拉松的距离和时间一般都能坚持住，或者坚持住一大部分。之后就是在上强度的时候呢，尽量的不让比赛影响跑量，因为全程马拉松的比赛肯定是影响这个月的训练量的，半程不一定，会影响一点点。然后第三最重要的就是在上强度的时候不要受伤，所以说要把就单次的训练量不要弄到30公里或者25、6公里以上，差不多半马或者22、3公里就 OK 了就行了。这就是我这个一周的计划吧。行吧，今天周五了，明天下午北京时间1点半，咱们还是有个直播聊天，好吗？其实每周的直播跟大家聊聊天，我特别期待，还挺高兴的。行，今天的训练圆满结束，跟大家说一下配速吧。平均配速5分14，平均心率131。我最后的几公里加了加速，加到了4分20以内，之前一直都不快。最快的1公里4分14，差不多就这样。像这种强度，我的手表告诉我的就是维持状态，基本上就是很平常的一次轻松跑的训练。行，那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，努力的冬训，加油干啊！咱们明儿见。